是认真的吗？这估计是任何一个弱电人见得都害怕的景象。之前我见过网线带电的，但是没见过这么多的。事情的起因是这边的监控全部都没了，不知道是上个师傅跑路了还是怎么回事。包租婆就找到了我朋友，但是他见了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的害怕，到时候个不小心就被同行给送走了，这就亏大发了，所以喊我过来帮忙场子。当时我过来的时候还是比较纳闷的，就几个监控不至于他搞不定啊。但是他一打开热电井的时候，我擦，上个师傅还真的敢这么玩啊，居然用网线接220伏的电，还给你接了这么多。遇到这种情况我也害怕，我就马上拿城阳电工的电笔来试下。看我看吧，真的是每条网线都带着电，尤其是这根同条线它报红灯了，我用电笔触碰了下它金属面，我的妈呀，居然有90多伏电，还有这个交互连接处同样有80多伏电，还好有这根电笔，它隔的线是可以感应到有没有交流电的，这对我这种怕电党来说还是非常的友好的。遇到这种情况不跑路就不是我的风格了，但是想的是，要是我跑路了，那么挨电的不就是他了？于是我就决定留下来帮他解决到这个问题，到时候他摸错了哪根线，我还能给他来一脚。但是我看了一眼摄像头，我的妈呀，这监控比我入行的年龄还要大，而且还是我不认识的牌子，这下麻烦了。于是我就马上去楼上看了一下，好消息是楼上的监控牌子都是一样的，我就担心他这一栋楼给你整出几十个牌子来，那我就真的要跑路了。当时我也打开了这层的弱电井看了下，发现和楼下都是一样的，网线都是接的220伏电。接着我又去了4、5楼，楼上的布局和楼下也是一样的，这里我就不多赘述了。大概了解完毕后，那么就开始修吧。我回到监控室，看了下通道管理，发现所有的摄像头都是1网段的。我随便点了个摄像头，它显示网络不可达，那我就要检查录像机的网段了。这里我看了下，录像机它也是1网段的，那么它们的故障不是主线有问题，就是主交换机有问题了。正好监控室就有个交换机，上面插着5条线，那么我就先搞清楚这个交换机是干嘛的。我顺着录像机网线，发现它是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，那么这个交换机就负责监控的了。另外一条线我看了下，是接到光猫上，用于监控联网的，那么监控的主线就在这3条线之间了。我又看了下灯，3条线中只有5号口是亮的。当时我顺着网线走向，一路跟了过去，看看它是不是同样是正经的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但是这里这么多线，我就不知道是哪条了，所以只能上巡线仪了。巡线之前，我总是习惯性的对下线，看看网线有没有断线的情况。这里巡线仪显示没有断线，我就开始巡线了。当时这里巡线，我总是小心翼翼的，就怕摸了哪条线就给你送走了。不过好在这巡线仪效率很高，没一会功夫就找到了这条线。网线需求是找到了，但是我看了一眼水晶头，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我用巡线仪接上去，8个灯都是亮的，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它不是主线的，不然它都亮灯了，也不至于一个监控都看不到啊。所以我就开始排查第2条线。我再次来到了热电井，用巡线仪大概扫了一圈后，发现没有任何动静，但是在外面我就找到了这条线。难怪在热电井面找不到，原来压根就没有进去。当时我顺着线走到了尽头，才发现这线已经断了很久，那么这条线也被排除了。接着就剩最后一条线了，我把它接上巡线仪。我先在热电井门口试了下，发现巡线仪并没有任何反应。我又去门口试了下，发现网线压根就没有出来。回到房间才发现是网线走另一个方向了。我一路跟过去，发现它是走墙外面的，当时只能作罢了，于是我只能把线接回去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按理说主线应该是同样弱电井才对，但同样弱电井的线接上去明明是亮的，咋就没有信号呢？所以我还是去弱电井那边碰下运气。来到了热电井，我就理一下线路，我发现这黑色的线是接到下面交换机上的，但是我看它的灯居然是不亮的。当时我脑海里就大概明白他们监控全部断的原因了，那就是下面这个才是真正的监控交换机。于是我就把我刚才测的线给拔了，把它接到下面那个交换机上，然后我再回到监控室看一下
那些画面有没有恢复过来？大伙看到没有？画面果然就恢复了一大半。至于剩下的监控，想必是做认景的交换机出了问题，因为我发现这交换机插了这么多条电控线，但是只亮了2个灯，那肯定不对了。后面拆了交换机才看到，这交换机被大量的水泥给封住了，看来问题找到了。我让我朋友换了个交换机，那些监控画面就都恢复了。好了，下一期是70个摄像头全体卡顿的案例，还有这根垫底是真的好用。这是一个粉丝发给我的视频，大伙能认出来这个是什么吗？要不是他告诉我这个是路由器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他说他家网络特别的不稳定，他听网上说网络不稳定是路由器过热导致的，然后他就把路由器外壳给拆了，还用铜片代替了原本的散热硅脂。但尽管这样，路由器是散热了，但是网络仍旧没有任何好转，所以看我能不能过去给他解决了。走吧，接下来就去他家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进来他家的时候，我就在客厅看到了这路由器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这路由器后面它还开了个孔，还配了个小风扇来吹。这路由器待遇真的是没得说。不过我看到这路由器只插一条网线，我就已经知道它网络不好用的原因了。走吧，大伙跟着我去他房间看一眼就明白了。这边是你的房间。我把它整个拆了，刚刚拆。哇哦，你这个散热可以哦，而且还专门配的风扇。这个我直接吹它，我真的，不然的话，它之前我刚买的那个铜片和硅脂，你看，我当初都不在意它，然后现在发现感觉得保养一下才。保养。对啊，不然的话，他们不是说这种电子器件怕热吗？看得出来，这粉丝为了网络稳定也是拼了。可惜的是，他方向搞错了。他这边网络不稳定的原因不是设备散热不行，而是他2台路由器是无线被取组网的方式。客厅的路由器距离房间有点距离不说，还隔了一堵墙，这才是导致网络不稳定的原因。唯一解决的方法就是给路由器插上网线，做成有线被取组网。但粉丝和我说，他也想过这个问题，但他把网线插到网络面板上，网线是没有任何反应的，所以他只能放弃了。看来他这个面板有问题，那我只能拆开看下里面是什么情况了。哇，这断了吗？难怪你这个不通。开始我看到这个面板只打了4星，我以为是打错了，但我再仔细看了下，好像并没有打错。只打4星的话，那网速只能白照，所以这里我只能给大家重新打了。至于这种面板是怎么打的，我这里也简单说一下。这种面板它有 A 类和 B 类打法，比如我们按照 B 类打法，它1号颜色是白橙，那么我们就找到白橙的网线放进去摁一下。2号颜色是橙色，那么我们一样拿橙色的颜色放进去，这么摁一下，以此类推，一个面板就这样给打好了。打完后，我就用寻迹仪这样去找到这网线令头，把它插在路由器上就行了。要用吗？不用。完了，没反应。完蛋了，没反应。开始寻迹仪没有反应，这就让我担心了起来。不是吧？嗯，在这里。哦，在这里。完了。不正常。不正常。不是吧？这条呢？下面的都不正常。怎么是电话线响？寻迹仪碰网线没有任何反应，碰到电话线反而响了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电话线响，网线不响呢？这里面什么都不响。就电话线响。电话线响。这里我就给寻迹仪降低了档位，结果电话线就不响了。那么我大概知道原因了，网线要么不通这里，要么就是断了。碰到电话线响的原因是房间内的那条网线和电话线是走一条管上的，信号多少有点搭在一起了。既然网线不通到这里的，那么想必它是通到哪个房间，或者是断了。于是我就在地面一路侧过去，看看它是通到哪里的。但是我不建议大伙用寻迹仪像我这样找暗线，毕竟隔了一层水泥墙，这样寻线多少有点吃力。甚至都能知道你那线怎么走的。
就是这么走啊。经过了一番查找，最终线要到这里就消失了。那么这个密码肯定有古怪了。我把密码拆开后就发现不对劲，这网线并不是通向房间的，而是通向弱电箱的。难不成我搞错了？但这两条电话线明显是和那条网线同一条管的，网线没理由会消失啊。正当我在纳闷的时候，居然就有了新的发现。看到了。哦，它是这里断掉了。哦，就在这里面，我的妈呀！我操，不是，这也太搞了吧！你看到了不？看到了。我看他能不能把它夹出来。好，我帮你拿。大伙看见没有？网线居然断在里面了，难怪寻至于到这里声音就结束了。后面我尝试各种方法，网线还是没办法拿出来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只能想办法更换网线了。这时候我就去房间碰碰运气，看看网线能不能抽得动。如果抽不动的话，那么就要请沈阳穿线大神了。看来这个能抽动了。我抽不动啊！注意点，你抽不动，抽得动是吧？结果运气挺好的，网线它是能抽得动的，这也免了许多麻烦。为了换线成功，我把原来的网线给抽出来，给这条管留更多的空间。当时我也没带穿线器过来，粉丝和我说这电话线它也用不上了，所以我就把网线和电话线用胶布缠在一起，通过以线拉线的方式把它给换了。就这样，路由器插上网线后，形成了有线 Mesh 组网。当时测了下宽带，宽带跑满是其次，重要的是它更加稳定了。好了，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事情过了1个星期，我再问了下粉丝还掉线吗？大伙看吧，有线永远都是这么稳定。